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XREX Explains， 我是悠悠。最近呢有一个很热的话题，就是大家常在讲资产证明啊，或者是储备证明啊，然后呢要怎么样可以确保交易所并没有挪动用户的资产？有一个技术叫做 Merkle Tree， 我相信大家都有听到这几个名词一直在报道或者是不同的地方出现，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技术到底又是什么呢？今天 XREX Explains 特别请到了 XREX 的资深技术副总，我们的 Vince 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对，那 Vince 呢，平常呢，其实在我们的产品的制作啊，或者是在我们产品的设计上面，他是我们的幕后工程。今天我们特别请出他，要跟大家介绍到底什么是 Merkle Tree。那 Vince， 因为我们这次也导入了嘛，XREX 的产品上面自己就导入了 Merkle Tree 技术。到底 Merkle Tree 是什么东西呢？Merkle Tree 呢，它广泛的运用在区块链的系统里面。那在比特币的白皮书里面，它这也是被广泛的运用到。那它的原理呢，其实它的结构长得有点就是像一棵树，所以它才叫 Merkle Tree 嘛。对，所以它叫 Merkle Tree。那它的形状呢，就是说每一个点它都会下面会有两个节点。所以它的点数呢，有可能是一个点一个点加两个点，或一个点加两个点加四个点，以此类推，是一个 tree 的样子，它会越长越大。所以资料越多，这一棵树就越大嘛，因为就像你说的，它是一个生成两个，每一个节点又要再生出另外两个。对，但是它跟一般常识上的树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的根部是在最上面的这个节点。所以它会长这样吗？就是一个再生两个，再生两个，再生两个，各生两个这样。对，但是它的根部在最上面，所以它的样子还是会一棵树的样子。只是说我们所谓它的 root 其实是在最上面的这一个点。那它的 leaf 呢，也就是会在最下面的这个点。那 leaf 的数量就会跟我们需要验证的数量会是一致。但因为 Merkle Tree 在中文就叫做杂凑树或者是默克尔树嘛，那就像是 Vince 你刚才说的，因为它的节点的关系，节点就是树里面的叶子嘛，所以叫做 leaves。然后呢，这些叶子最终会导回到根部的那个最终的数据的总结。对。然后这个总结应该要是树所有的加总，或者是它可以相互对照。对，就是说根部的它其实上是一个由所有的需要验证的节点去产生出来的一个最后的结果。那它其实并不代表实质上任何一个东西。那我会这个节点里面的东西呢，其实是取决于说我要验证什么东西。所以验证可能可以验证大家最近最关心的，我的资产有没有在交易所里面，这是一种验证。那它就是关于总数还有个人的账户里面的个别的数字这样。可是其实 Merkle Tree 技术它既然只是做资料的相互验证，也不一定是验证总数或资产。对，还可以用在别的事情上面。对，比方说在比特币的白皮书里面，它其实是在验证所有的这些账务的交换是不是有被仿造。它其实在 Merkle Tree 的设计原理呢，它是创造一个integrity，就是一致性。如果说我在里面有一些害群之马做假账，那我就会很容易的从这个 root 开始，我去把这个害群之马找出来。它其实在这个计算机的方法论里面，它是一个用最快路径可以找到这个害群之马的一个方法的一个结构。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虽然这一次是因为 FTX 破产的事件，大家开始要求储备证明啊，或者是用户的资产的相关的证明，所以大家都提到 Merkle Tree。那 Merkle Tree 其实也不是在区块链发明之后才出现的，它其实早在区块链跟比特币之前就有这样子的技术。它的重点在于可以相互验证，而且是所有的资料去验证，而且像 Vince 你刚才说的，更快可以找到里面有没有造假，或者是里面有没有害群之马。对，然后最终实现资料呈现上面的一致性跟完整性。对，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区块链这个产业呢，我们
有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不要相信任何人。那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做，但是呢，我最后呢需要做一个验证总结。那所以 Merkle Tree 它就是用来做这些总结的一个技术，但是区块链它并不只有Merkle Tree 这种总结的方式，还会有其他的比方说 Zero Knowledge 的一些像以太坊会用到的一些验证的一些机制，那也可以来用。只是说 Merkle Tree 呢，它其实相对来说是更容易理解的一种验证的方式，那也已经被广泛的使用，所以它的公信度呢是够的。所以在我们利用这种公信度够的演算法，还有容易让大家理解的一个方式来呈现我的资产的证明，它其实是比较容易被接受或理解，或者它的公信力是有够的。了解，所以我们才会采用这样的方式。对，那 XREX 是一家有提供美金直接服务的交易所嘛？那当然，很多的用户也会很在意说，那我在 XREX 交易所里面的资产有没有安全，或者是我在 XREX 交易所里面的资产有没有被挪动？那这是我们主要导入 Merkle Tree 的一个目的。但就像你说，它虽然已经被广泛的使用或广泛的验证过了，但是身为一个中心化的交易所，你要怎么导入，这很重要嘛，就是你要了解这个技术，而且呢，你必须要注意到特别的技术上面的一些事情，你才可以真正的去呈现用户的资产，而且呢，真正的让大家可以去验证你。那 Vince 就是说 XREX 作为一个交易所，那我们导入了 Merkle Tree 的技术，那很多人就会想说，那你们那么懂技术，你们有做了什么样特别的措施，让这个 Merkle Tree 真的是很可信的、有一致性的，然后资料是完整的吗？就是如果作为一个用户，我要怎么样知道我看到的这个 Merkle Tree 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可信度的？好，首先呢，就是 Merkle Tree 的这个需要验证的元素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balance。那 balance 呢，它就会包含了我们所有的币，比方说 BTC 以太币这些还有甚至法币，我所有的数量就是都应该要包含在这棵树里面。那至于说我要做一棵树或是多棵树呢，这些东西有很多的做法，但是呢，我们要考量就是说，让使用者容易去验证是一个首要的考量。所以呢，我们在实作上，我们是只用一棵树来呈现所有的资产。那交易所呢，包含我们在提供的时候，尽可能应该要一次提供所有的资产。它是包含了所有用户在 XREX 平台上面的数位资产，也就是 crypto 的这一部分。但是呢，有几件事情大家可以注意到 XREX 做的很细致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所有的数位资产，它是分门别类的被列出来的，它有分 BTC、ETH， 还有其他 XREX 有资源的各种的加密货币，它有被分开来，它不是被全部算在一起的。第二个就是说，颗数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它是几颗比特币、几颗以太币，它不是被用市值来计算的，因为市值是会波动的嘛，所以用户在我这里存了几颗比特币，它就应该是几颗比特币，几颗以太币就应该几颗以太币。然后第三个就是 Vince 你提到的，就是所有 XREX 有资源的数位资产，我们都有把它提列出来，我们没有只有呈现比特币，或者是只有呈现特定的资产，因为只要有时间差就会影响到它的公信力嘛，这是很重要。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做到比较特别，就是在App 上面你就可以直接去验证你的资产，而且查看所有的节点。对，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实现去中心化精神里面真正在说的 Don't trust verify 嘛，就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查，那你都是可以直接去验证的。我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是一份报告或者是谁签名出具了，而是用户自己都可以去做的这样的测试。对，就是使用者的界面的方便性也会是一个考量，那它会影响这个我的可信度。对，因为越多的使用者来验，就交易所就越不容易造假。对，所以其实 Vince 也在呼吁，就是所有的 XREX 的用户，
我们现在已经导入了 Merkle Tree 的技术，而且你在 App 上面就可以用。其实我们欢迎所有大家用户都自己来验证嘛。对，因为其实这个去中心化大家都可以验证的精神，就是说，虽然我只有看到我自己的这个节点，但是我可以一路追溯，最后看这个加总有没有是整个 Merkle Tree 的根部的总额。对，那只要我是用户，我去点开我自己的那个节点，我发现，怎么跟我自己理解的我的钱包里面的资产，好像那个快照的时间好像差的有点多，无论是多还是少。其实只要有用户开始有这个质疑的时候，那交易所就必须要去回应这样的质疑嘛。对，那如果100个用户里面有80个人，他的节点里面他都觉得有一些问题，那公信度绝对是会下降的。但是当开放给所有的用户去验证，而且每一个人验证自己的资产都没有问题，越多人验证这个 Merkle Tree 它的可信度就越强，这个交易所它的安全性或者是资产它没有挪用，大家的相信程度就越高。对，因为 Merkle Tree 它的设计呢，就是说只要有任何一个地方不对，它就是不对。所以其实只要有任何一位 user 把问题找出来，那交易所的这个证明就马上破裂。对，但是呢，如果我的所有的 user 都不来看，那其实还是没有达到证明的目的。对，那就是基本上只是一个信任，就是提供。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就是单纯希望大家来信任我的一个这样子的 Merkle Tree，那我就会希望越来越多的 user 来验证，我的可信度也会随着提高。所以它基本上是分成几个层次，就第一个你有没有导入 Merkle Tree， 那它是一个信任层级。可是第二个就是你有没有好好导入 Merkle Tree， 就是刚才 Vince 提到的技术上面其实有一些要特别注意到的事情，用户们也都可以去看不同的交易所里面到底提供了哪一些资料。最后一个其实是所有的用户都要一起参与的，就是说大家一起去验证，那这一个信任机制才能够完善。对，就是其实，在实作上呢，因为需要理解 Merkle Tree 的精神以后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几个地方。因为有的交易所的实作方式呢，可能不小心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小心就把这个 Merkle Tree 的这个公信力给降低了。那比方说呢，有的交易所它没有提供这个 balance，没有提供你隔壁节点的 balance， 或是跟你相关的节点的 balance。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你不能就是你不能证明说你并没有负余额的节点存在。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我只能看到我自己的这个节点，但我没办法去看其他跟我在同一棵树里面我旁边的那个叶子，那我不能看的话，我就没办法再去加，然后最后去找到根部，然后一个点一个点的查看，这样。对，就是如果说我隔壁有一个是负的，可是我永远不会知道，那我最后的这个加总起来的数量，就等于是完全操控在交易所。我想要呈现多少，我就让它负多少就好了。其实它就并没有办法达到证明的目的。但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对，刚才 Vince 讲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我到底能不能就是整棵树有一个比较全貌性的去推估，还有加到总额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二个，你有提到负数嘛，因为资产这件事情可能是0，但不太可能是负的嘛，就没有负资产这件事情。对，就是所有的使用者他持有的东西是一个自然数，所以不会有所谓的对，我不会有负0.2颗比特币这样。但是如果我没有公开，就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所以会有一些作弊或造假情况，就是说有一些叶子，有一些节点，我故意放了负数，这可以让交易所有一些操作的空间。对。但是如果我不给你看，你也不会知道。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第一个，你能不能看到跟你相关的其他的节点，并且去找到去对应之后加总变成最后根部的总数。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你检查的时候，用户其实应该要看的事情是有没有哪一个节点里面有负的，只要有负的，它绝对不会是对的。对，其实任何的就是在 Merkle Tree 里面的任何的不一致的情况，比方说我2个节点是不是余额加起来会是等于上一层节点
这里如果有不一致，或者是我的节点并不能透过同样的方式去得到我的 hash，所以任何的一个东西，如果有不一致的情况，都很容易被 identify 出来。那只要有任何一件事情被 identify 出来，任何一个不合理的事情被 identify 出来，包含复数，或者是说这个并不等于我隔壁的相加，这些情况，任何一个就表示我的这证明直接就不成立。了解。那除了这些之外，就是用户如果自己真的要参与验证，而且呢是简单的可以就参与的话，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因为例如说 hash 好了，它是一个杂凑值嘛，那可以就是复制那一段 hash 之后，然后就上网用一些工具去验证。那我在去验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特别注意这一串 hash 里面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OK，应该说每一个使用者呢会有他的这些资讯，就是这些资讯就是在这个 Merkle Tree 里面呢，我们就是资产的数量。那这个资产的数量呢，它是不是根据我的使用者 ID，unique 的，就是不会跟别人一样的 ID 去生成的。那这个部分生成的方式呢，是不是很透明？是不是让你直接像我们是做成说，你可以直接 copy， 然后直接到任何一个杂凑的工具上去贴出去产生，是不是可以完全是产生出一模一样的杂凑？它的概念就是说，我在 XREX App 上面的那个 hash 杂凑值，我只要复制贴上任何Google 找得到的所谓的 SHA-256这样子的验证工具，我只要把这个 hash 贴上之后，跑出来的资讯会和我在 XREX App 上面看到的资讯是一样的。对，就是它的 hash 一定要是一样，因为我的算法就是这样，所以不会有不一样的算法，或是每个人不同的算法，或是我把不同人的这个都用同一个资讯给你。那有的交易所不小心就做成这样子，就是他给你一个 ID，那这个 ID 呢，你不能假设所有人都不一样，有可能可以一样。你的意思是说，在每一个交易所里面，其实大部分的用户他都会有自己的独特的用户 ID。对。可是呢，在你生成这个 Merkle Tree 的时候，其实在用户的节点里面包含的 ID 资讯，不应该是一些随机的 ID， 而是应该直接对应你这个用户在这个交易所里面哪一个 ID 就是哪一个 ID， 以免防止同一份资讯其实是被5位用户共享的。但是其实里面是有操作的空间的。对，就是说利用这个共享的话呢，它就可以降低整个交易所的 balance， 也就降低了它的这个拥有的资产的数量。那这样其实是会没有办法证明，就是公信力其实会降低。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 hash 长，有些 hash 短嘛，就是那个长短有差吗？因为像 XREX 是32个字嘛，对，这个 hash 的那个值是32个字，但有一些看起来会比较短，那这中间要怎么样去区分？了解，就是因为 Merkle Tree 的话呢，现在它是用这个SHA-256这个加密方式。那如果呢，它加密出来应该是32个长度。那如果说有的交易所呢，可能为了资料量，它把它截成一半，那变成你说它的 hash 值只有16个字，可能为了呈现方便，然后或是它把这个 Merkle Tree 呢，就是产生出来以后，它把它截成一半，变成16个字母。那但是其实这样其实就降低了这个 Merkle Tree 的公信力，因为它在计算方面它是有机会被反推回来的。所以如果今天虽然是个小白用户，但是呢，你如果去看这个 hash 值，它只要小于它的长度是少于32个字母的话，事实上它的可信度会低一点。对，就从技术上来说的话，就是至少32或32以上的长度的 hash 值，它是比较不容易或者是几乎没有办法被操控的。对，因为我们这个计算机一直在进步就是CPU 啊这些硬体的部分设施都在进步，所以我们这个加密的难度也必须要相对应的提升。目前我们可以接受的公认
的加密难度，我们必须要到 SHA-256。之前更早之前，我 SHA-128其实就没有办法证明我的难度了，所以它有办法被一些比较高级的计算机或是一群计算机去推导出来，那它就没办法证明了。所以我们 SHA-256呢，它已经是一个公认我很难去伪造的一个这个反推的一个演算法。所以不只是要加密，还强调的就是加密的难度。这个难度越难，你就越难造假。那目前在加解密法或者是在安全界里面，SHA-256是很具有公信度，而且非常非常难造假的。对。然后如果是一般跟我一样不是很清楚技术面的人，其实我就从它有多长来看就好了。对，32个字以上这样子。对。还有就是说要注意，就是说我的这个生成里面呢，我是不是我的ID 有在里面？或者是说不一定是要哪一种 ID， 只要是说它是真的是一个 unique 的，不会跟别人 share 的，一定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 ID，有没有在我的这个 Merkle Tree 的这个 leaf 里面？在资料的呈现上面也要把这一块包含进去。那而不是说交易所可能指派给你一个，它可能有些是其实是我为了隐私，它指派给你一个 random 的一个 ID。但是给 random 的 ID 的同时呢，可能是为了保护隐私，可是它同时也牺牲了我的公信力。就有一个风险，就是说它如果要操作的话，背后是有操作空间的。对。所以它其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说我的 leaf 必须要包含我的 user ID。但是呢，保护隐私我们有另外一个栏位来做，我们这边取名叫 salt， 有的叫做 nonce。它就是用来保护这个隐私的部分，它其实可以做到保护隐私的，所以不需要再另外由交易所去提供一个 ID， 那这样就是你的证明的效果就并没有达到了。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Vince 的分享，我相信大家也学到了很多技术上面的事情。但我来总结一下，其实呢，如果是对一般的用户想要参与验证，而且呢，你可能也不是很了解技术，但你要观察的其实就几个重点。第一个，你可不可以自己去做验证？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杂抽数这个 Merkle Tree，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旁边的其他的节点，并且去对应计算出最后跟根部的数字有没有就是对照得上？第三个，你只要能够看到的节点里面的资产余额都不可能是负的，只要有负数值，那就是很奇怪的事情。第四件事情就是，如果我要看我的资产的话，一定要是依照我的资产的类别分门别类，它不应该被加总。比特币就是比特币，以太币就是以太币，它不应该被混在一起。最后一个就是说，它的重点在于颗数，而不是在于市值。有几颗就是应该有几颗，那这就是大家应该要注意的几个细节。但你要再更进阶的，例如说去验证这个哈希值 hash 它是不是有足够的难度的，那它是不是真正的 hash， 那你就可以用刚才 Vince 提到的 SHA-256的这一个网络上所有的第三方的工具，然后你复制贴上这个 hash 值，然后去看看它有没有和你可以查找的资讯是一样的。然后呢，重点就是32个字元哦，就是不要说很短就跟难度有关系，只要难度降低，就可能有操作的空间，可信度可能就会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对，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 Merkle Tree， 还有大家身为交易所用户，你自己的权利还有义务要去验证的这样子的能力，希望大家都可以学到。那我们也再次谢谢 Vince。那关于 XREX 的相关的资讯呢，我们在影片下方的资讯都有附上，然后呢，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Facebook、Telegram。那我们下一次的 XREX Explains 我们就再见喽，拜拜。